过年的时候，我在姥姥家看到了爸妈第一次约会时候的几张照片。说起来，我看过不少他们俩的合影，但那样青春又有活力的，我是第一次见。两个人脸上充满了少年般的朝气，从头到脚浓浓的新潮复古风，和现在的满脸皱纹、身体发福完全不同。我爸得意地告诉我，当时为了给我妈留下好印象，他特意去当时最火的发廊找了最出名的 Tony。 看着眼前秃到头皮发亮的爸爸，鼻子瞬间酸了。因为从记事儿起，我爸就是个光头，别说去理发店了，洗发水都没用过，洗脸的时候顺手一划就是个全头护理。我突然觉得伤感，父母的青春是被我偷走的吗？坦白说，我好像没有见过年轻的他们，仿佛记忆里的第一幕他们就已经是成熟的父母了，脑袋里装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想的事儿。我爸从外形上就透着一股老成持重的气息。我3岁那年为了养家，爸爸换了一个他不熟悉但赚钱的工作，这份工作后来支撑着我们家住进了楼房，但也压得我爸掉光了头发。小学3年级，我爸接我放学，同桌把他认成了是我的爷爷。我爸尴尬地站在原地苦笑着，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一年他只有35岁。我妈呢，特别爱唠叨，印象中她似乎只有2种状态，不是正在说我，就是在酝酿要怎么说我。从5岁开始，我就被灌输养生的重要。我没有吃过青青虾条，没有买过不拆包装就能闻到香味的唐僧肉，更没有从小浣熊干脆面里掏过1张卡片，因为我妈说这些都不健康。夏天呢，我不能穿露脐装，秋风刚来就得套上厚秋裤。在我妈义正言辞的监督之下，我总比同龄人显得更老。所以我没有设想过思想如此老旧的妈妈会和小姑娘这个词有什么关系，直到我看到那张照片，我才明白她们也曾青春过。我看着照片里的一袭长裙，妈妈开心地和我聊起从前。上学的时候她成绩很好，是那种典型的文艺女青年，日子也被装扮得恬静美好。她喜欢去公园的树荫下看书，喜欢买不同花色的发带，会憧憬电影里浪漫的爱情，会因为小说中的男主而心动。夏天她会在院子里放一盆水，让它在日光的暴晒之下慢慢升温。我妈最爱用那种温热的水洗头发，她说这样她的头发会有阳光的味道。然后她就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一圈一圈地转着，等着微风吹干她的发梢。我爸特别自恋，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特别时尚帅气，形象气质直追张智霖。上学的时候就有女生给他塞情书，工作之后总是能收获女孩子们崇拜的目光。聊天当中，他们好像又回到了自己还年轻的岁月，炽热美好，眼神里透着幸福的光亮。在那些跟青春有关的故事里，我妈不是那个絮絮叨叨的老大妈，我爸也没有顶着累赘的啤酒肚。他们轻快地迈着潇洒的步伐，一路小跑地奔向期待的远方，直到他们的怀里出现了我。我想起网上的那句话，妈妈曾经也是一个花季的少女，是我们的出现中断了他们的青春。从小裙子到孕妇装，从关注时髦的衣服到流行家居用品打折的消息，从
从自由自在拖家带口，从只想着如何去玩到绞尽脑汁的养家糊口，青春和孩子似乎无法一起上路。为了握紧我们的手，父母选择把过去留在原地。幸运的是，虽然我们陪伴不了他们的青春，但未来我们都在。那个因为要照顾年幼的你没能和朋友出去旅行的夏天，条件允许的话，今年去帮他们弥补吧。那个因为接你放学没能好好过结婚纪念日，是不是你也能想着帮他们庆祝？我妈曾经对我说，老去也是生命赋予每个人的责任，她不恐惧衰老，只希望我和爸爸都在她身旁。所以有时间的话，请你多多陪在他们身边。偷了人家的，你别忘了还。